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毅，流量时代的笨演员，用演技撕碎娱乐圈的假面。在充斥着热搜打榜、人设营销的流量时代，一个穿着黑色高领毛衣、安静读剧本的演员，却用最原始的笨办法杀出重围。从琉璃里破碎感拉满的雨丝凤，到莲花楼中通透入佛的李香怡，诚毅用1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沉默的逆袭。当所有人都在计算有效播剧的性价比时，这个被粉丝戏称为老干部的演员，正用教科书级的剧抛脸演绎，撕开内娱演技遮羞布。从傅诗琪到诚毅，10年磨一剑的武侠式成长。中戏科班出身的傅诗琪，在2011年以《唐宫美人天下》出道时，或许不曾想到自己会在9年后因改名诚毅迎来命运转折。这个颇具侠气的艺名，恰似他演艺生涯的隐喻。在横店影视城上千个晨昏里，他像古龙笔下的剑客般执着打磨演技。青云制片厂，他顶着高烧完成林惊雨的雨中打戏《怒海潜沙》拍摄时，为还原张起灵脱水状态，他连续48小时不进食，直到琉璃导演尹涛发现，这个被汗水浸透戏服的青年，能在同一场戏里精准切换3种人格。制片人邓锡斌曾感叹，他像块老式机械表，走得慢，但每个齿轮都咬得死紧。剧抛脸，一人千面的演技修罗场。当内娱盛行演技舒适区，诚毅却主动踏入危险区。沉香如屑中，他将应渊帝君的高冷禁欲与白发修罗的疯魔暴力融于一炉，被编剧张渊昂称为撕裂式表演。莲花楼里，从鲜衣怒马少年郎到看破红尘江客，他用微表情构建出10年光阴的重量。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疼痛美学，被刺穿心脏时瞳孔的震颤，身中剧毒后手指的痉挛，这些被观众做成0.5倍速解析的表演细节，恰是他在剧组医院反复观察病患的成果。武术指导李才说，别人用替身的威亚戏，他非要自己摔出淤青才肯过。流量时代的逆行者，演员的自我修养。在明星争相入驻小红书、抖音的当下，诚毅的社交账号却像个演技进修班，没有自拍9宫格，只有演员的自我修养读书笔记。当同行热衷制造综艺名场面，他却因在《奔跑吧》里认真答题被调侃综艺黑洞。这种近乎执拗的专注，反而成就独特观众缘。豆瓣小组演技研究所发起投票，诚毅以87%得票率当选最被低估的90后演员。编剧贾东岩评价，他让我想起 TVB 黄金时代的艺人，把戏比天大刻在骨子里。当莲花楼斩获爱奇艺年度爆款，诚毅依然在凌晨4点背诵英雄志台词。在这个追求短平快的行业里，他像匠人般守着表演的慢哲学。或许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，演员的保质期不在热搜上，在观众心里。这位流量时代的逆行者，正用最笨拙也最诚恳的方式，重定义着演员2字的重量。诚毅的6边形实力，你以为他只是剧抛脸？格局小了。剧抛脸这个词，放在诚毅身上，简直是对他实力的降维打击。你以为他只是演啥像啥？不，他的实力早就突破了天花板，直接进化成了6边形战士。从演技到人格魅力，从敬业精神到商业价值，诚毅的每一面都让人忍不住惊呼：这哥们儿绝了！演技天花板？不，他是共情天花板。诚毅的演技早就不是演啥像啥这么简单了，他演的角色每一个都像是从平行宇宙里拽出来的真人，让你完全忘记他是诚毅。比如琉璃里的雨丝凤，那场经典的吐血戏，他连血液流速和情绪的关系都研究透了，拍出来的效果直接封神，被粉丝称为破碎美学天花板。
再到莲花楼里的李莲花，为了演好那种病弱体虚的状态，她连呼吸节奏和走路姿势都精确计算，简直是把角色刻进了 DNA 里。更绝的是，她的眼神戏，从沉香如屑里应渊帝君的隐忍深情，到南风知我意里傅云深的绝望无助，她的眼神变化细腻到让人起鸡皮疙瘩。网友甚至专门做了诚意演技解析视频，播放量轻松破500万。这哪是演戏？这分明是在用眼神杀人啊！敬业到偏执，他是娱乐圈的苦行僧，诚意的敬业程度简直可以用偏执来形容。拍莲花楼时，他亲自上阵打戏，结果威亚断裂导致腰椎摔伤，他愣是咬着牙坚持拍完。为了演《英雄志》里的落魄书生卢云，他连续28天只吃水煮菜，瘦到下颌线能割伤镜头。这种不要命的劲儿，连合作演员都忍不住感叹，他简直是个戏疯子。更离谱的是，他拍《富山海》时，为了同时演好少年侠客、隐士宗师和入魔反派3个角色，他给每个角色设计了专属气味，少年线是青草调，宗师线是檀香，魔化线是广藿香加血嗅味。这种人格分裂式的创作方式，连对手演员都说不敢和他对视超过3秒，怕被带入戏魔世界。这哪是演戏？这分明是在搞行为艺术。反差萌圈粉，他是电子哈基米本米。你以为诚意只是个严肃的演技派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戏外的他简直就是反差萌的代名词。在综艺里，他是公认的游戏黑洞，玩泼水游戏时手忙脚乱，像个自动浇水装置，笑翻全场。直播时，他一本正经研究自拍杆，结果物观美颜，素颜直接对镜头，瞬间登上热搜。这种呆萌属性让粉丝直呼他是怎么做到又爱又奶的。更搞笑的是，他在机场被粉丝突然的欢呼吓得秒缩回摘口罩的手，瞪圆眼睛的呆萌反应直接火出圈，还被消防官微拿来当公共场所勿惊扰他人的宣传素材。这种戏内很绝，戏外软萌的反差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。商业价值拉满，他是非遗推手加文化代言人，诚意的商业价值早就不是简单的代言人了。他和龙泉宝剑博物馆合作，复刻了《英雄志》里卢云的配件，预售阶段就卖出2.3万饼，每笔订单还附赠他亲录的冷兵器鉴赏音频课。这种商业加文化的深度捆绑，直接让他的代言品牌调整产品线，推出宋代青瓷灵感限定系列。更牛的是，他和浙江非遗局联合开发的侠客行沉浸式戏剧，在绍兴鲁镇市运营期间，带动周边民宿预订量暴涨160%。游客戴上 AR 眼镜就能和虚拟版李莲花对着，这技术还被申请了专利。这哪是演戏？这分明是在搞文化复兴。未来可期。他是35岁魔咒的破局者，34岁的诚意正站在职业生涯的关键分水岭。从古偶顶流到正剧实力派，他的每一步都走得稳扎稳打。身前有望登陆央视，助他打通主流圈层狐妖小红娘的漫改则关乎他的流量基本盘。更让人期待的是，他的待播剧综合热度值高达97.2%，男性观众占比突破42%，打破了以往女性向的统治格局。诚意的转型不仅是角色的转变，更是他作为演员的自我突破。他用实力证明，真正的演员不会被年龄和标签限制。正如他所说，演员的脸该为角色服务，而非成为标本。